上集说到，卡妈把公子哥找了出来，并和帕梅拉做了一笔交易，打算让他出面制止兰斯。就在达里尔等人被兰斯的士兵团团包围的时候，帕梅拉他们终于是赶到了。不过达里尔依旧不想放过兰斯，经过卡妈的劝说，他这才作罢。不过我弩哥也是个狠人，直接当着所有人的面给了兰斯一个小小的教训，让他知道他们并不是一群软柿子。等帕梅拉带着兰斯离去后，卡妈和众人说道：“这件事到此为止吧，双方都有伤亡。帕梅拉承诺会给我们一些水和食物，并且免费提供社区重建的一切，我们和他们两清了。”加百利询问道：“大家是不是可以回家了？”卡妈则表示这得看个人的想法，而其他人的脸色都不太好看。这些物资相当于用同伴们的性命换来的，谁的心里都不是滋味。就在众人沉默不语的时候，马基开口说道：“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团结在了一起，不会再孤军奋战了。我也不信任他们，但是大家想想，这笔交易可以让我们回家度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困难，建立我们自己的规则，那我觉得是值得冒险的。我们又不是向他们妥协，往后我们过自己的生活，再也不和联邦来往就好了。”最终大伙同意了这个建议。憋了一肚子气的弩哥拿起了一个苹果，虽然不情愿，但也变相的代表着他同意了。而自打兰斯这个家伙被帕梅拉带走后，还以为只是走个过场而已，他哪里能想到自己已经成了背锅侠。 You'll be transported back to the Commonwealth. Try. Look, Pamela, it's just the two of us. Drop the act. No, Ackland. You've gone too far. Seriously? You never seemed to have a problem with how I got the job done before. We're not talking about the past, only now. And you've made quite a mess of it now. Hold on. You might survive this if you play things right, but your life at the Commonwealth is over. Over? 兰斯心里慌了，不明白今天的帕梅拉这是怎么了，自己可是帮他干了不少的脏活。帕梅拉淡淡的说道：“你只是一个易怒偏执的小男孩，总是想着不顾一切的想要赢下这场游戏。可在我眼里，你从来就没上过桌。”兰斯傻眼了，多么绝情的话语！这个女人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？ Whatever game you're playing, Pamela, I'm very much in it. 回到联邦后，帕梅拉召开了记者发布会，然后开始发布声明。兰斯总管滥用职权，不仅威胁许多平民穿过狮群偷钱，而且还在外面滥杀无辜。但幸亏有这些朋友和盟友的帮助，还有我们忠心耿耿的武装部队，才能将这个家伙绳之以法。我在此向大家保证，正义一定会得到伸张。他刚说完，下面就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，只有一小部分的受害者家属嗤之以鼻。接着帕梅拉继续说道：“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明天就是联邦1年1度的创始日。趁着这次活动，让我们团结起来，共同庆祝联邦的伟大，庆祝我们的人民。” Because we are the Commonwealth. 他这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，再次得到了大部分民众们的认可。刘金和麦克斯的脸色不太好看，他们的第一次改革就这么夭折。这个女人真是天生的演员。刘金还在安慰着麦克斯，或许以后还是有机会能够改变这一切的。但麦克斯却无奈地表示：“你的同伴都要离开了，这已经不是你我能做到的了。” Would you ever consider a change of scenery? You show me your home, I can show you mine. 面对尤金的邀请，麦克斯犹豫了。一是他没有在外面生存的经验，二也是舍不得他的哥哥。But not yet. 到了第二天，达里尔等人开始收拾行李。联邦的肮脏让他们彻底的待不下去了。虽然这里的生活很诱人，可究竟是不适合他们，所以大家伙都收拾东西，准备返回亚历山大。达里尔把好大哥的左轮手枪重新拿了出来，递给了朱迪斯。往后又要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，没有武器可不行。可朱迪斯低头想了一会儿，便又将手枪还了回去。其实小家伙并不想离开，他毕竟是个孩子，很喜欢这里的朋友和环境。米琼恩曾经告诉过他，放下了刀，并不代表着就是安全的。可如果重新拿起了枪，就证明事情从来就没有改变过。他觉得如果要离开，那么大家就一起离开。可他们选择回去，那留下来的同伴又怎么办？他这小嘴巴巴的给弩哥气得不行，心想着妮子是不是叛逆期到了，才吃了几天细糠就不愿意啃树皮了，连忙开口让他别说了，表示亚历山大往后也会像这里一样。朱迪斯不愿听他吹牛，直接委屈巴巴的跑开了。接着众人开始目送亚伦几人，他们4个要先行一步，因为要送一些物资去给海边宾馆，再见面得几周以后了。而在联邦教堂里，老家正一脸郑重地做着最后一次讲经，虽然下面一个教徒都没有，可既然要离开了，那就再跟上帝对一次话吧。这时罗西塔抱着 Coco 找了过来，他刚刚收拾完行李，见到加百利神情落寞，也是贴心的安慰他，只要心中有信仰，处处都是天堂。老家被他开导的心情恢复不少，原本他以为在外拼杀的那10多年，早就被上帝他老人家给遗忘了，可不曾想来到联邦后，找他指点迷津的人还真不在少数。
当然，除了朱迪斯，还有一部分人不想离开，其中一个就是以西姐，她喜欢现在的生活，既能接触动物，又可以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。而最让人难绷的是，倪总也不打算离开了，因为他在联邦的医院里看到了自己的孩子，宝宝很健康。相信每一个准爸爸看到的时候都有种莫名的情绪，那是自己下一代生命的延续。这一刻，他已经顾不了联邦和公寓的仇恨，只想着留在这里，让妻子和孩子有个更好的环境。可安妮却十分抗拒这里，因为一想到被士兵杀死的同伴们，他就无法接受这个地方，而且公寓剩下的人还在指望着他。听到妻子这么讲，倪总也不再坚持，他尊重安妮的选择。现在妻子和未出世的孩子就是倪老板活下去的希望。而他们真的能顺利离开吗？与此同时，联邦的公民正在热闹地布置着社区。今天是联邦创始人的纪念日，往年的这一天，帕梅拉都会在广场上公开演讲，还会办一个彩票抽奖活动，获奖的人会得到巨额美金。然而今年，因为发生了之前那些事，帕梅拉想让儿子趁此机会登台讲话，好改善一下形象，和民众们拉近一些距离。说完便让麦克斯把演讲稿拿给他练习。It is an absolute privilege to be with you here today as we honor the founding of our. 这货才念了没2句就放弃了，他认为自己压根就不需要去讨好那些民众，反正他姓米尔顿，将来联邦迟早是他接班。Have jeopardized enough with your stupidity. They need to see that you have nothing to hide and be reminded that you are his grandson. I am. Then show them. Show me. 见到母亲大人是真的发火了，他这才不情不愿地捡起稿子再次背了起来。麦克斯再也看不下去了，这对母子简直令人作呕。气愤的他决定干一票大的，于是他找到尤金商议，可尤金却觉得他的想法很危险，一旦这么做，后果并不是他俩能承受的。可麦克斯管不了那么多了，这么多年来，他作为帕梅拉的秘书，比任何人都知道公子哥是个什么德行。他很讨厌自己看不下去这里的黑暗，却又无能为力。很多时候他都是随波逐流，听之任之，那种愧疚感没有人能体会。这2天做的事情让他很是自豪，只是又被那个混蛋逃过一劫，他很不甘心，所以准备在今天演讲的时候给所有人一个惊喜。尤金见到他这么坚定，于是赶忙说道：“我不会跟着马基他们离开了，我要留下来帮你，陪着你一起完成这件事，哪怕是付出生命我也不后悔。”等过了一会儿，他回到了办公室，这时帕梅拉要出去准备活动了，他把手里的录音机递给了麦克斯，叮嘱他待会在演讲后播放。帕梅拉走后，麦克斯抱起桌子上的文件，还有那个录音机。从刚才他就在等这一刻，他要让所有人都看清这里的本质。只见他走到桌子旁，把手里的东西放下，然后轻轻地按下了录音键。他尽量让自己表现得自然些。接着他拿起了桌子上的红酒，倒了2杯，然后看似随意地递给了公子哥一杯。他的计划就是通过聊天的方式，从这个家伙嘴里套出一些他的真实想法。而公子哥似乎在妈妈那里受了很多委屈，还没等麦克斯聊上2句，他自己就一股脑的全都说了出来。他说道：“这里的人们根本就不关心事情的真相，我们只需要告诉他们一切都很好，他们就会沉浸在美好中无法自拔，从而无视这个混乱的世界。整个联邦就是建立在他们相信这些废话的基础上，或者说，这些蠢货依旧憧憬着美国梦还在。这一切就是个笑话。现实是，穷人会永远的穷下去，而我们富人则可以为所欲为，永远是这样。这就是无法改变的事实。而且你不知道的是，1年1度的创始日彩票抽奖活动，都是我妈妈亲自内定的人。那些愚蠢的平民还在幻想着一夜暴富，真是可笑的想法，一群可悲的人。” That sounded like you believed it. 麦克斯再也听不下去了，他怕自己再待下去会忍不住给这个混蛋一拳。极力压制着愤怒的他走到桌子前，将东西抱了起来，准备离开。他要看看一会儿这个家伙还能不能笑得出来。半小时后，尤金开始准备着活动现场的设备。麦克斯拿着刚才的录音找到了他，现在他的内心很是平静，没有了之前的紧张。只要录音被放出来，那么他们的下场可想而知。